为了炒作，我把影帝的嘴亲肿了。当晚我就带头把自己骂上热搜，影帝却连夜开小号跟我互喷，我老婆肯亲他这坨牛粪，算他祖坟冒青烟了。我满头问号，两个好人为了追星能把自己损得一无是处啊！我是个拍啥啥不火的胡咖女星，而我闺蜜却是个资深狗仔，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，靠着跟各路男明星炒作疯狂捞金。黑粉成堆成堆的骂我，这是骂我吗？这是朝我脸上扔金币呢。马上过年了，为了给家里8个身强力壮的侄子们发压岁钱，我跟闺蜜商量再干票大的。当红影帝沈修活粉2亿，行为低调，自入行起从未有过花边新闻。若能蹭到他的热度，肯定大捞一笔。于是我自费去电影节蹭红毯时，找准机会把沈修堵在没人的角落，用力亲了上去。我这个吻毫无技巧，全凭对金钱的痴迷爱意。耳边只听见他被咬痛的嘶嘶声，轻点儿，老婆。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怎么听见沈修喊我老婆的声音？窗外一声猫叫，这是闺蜜给我打的素材一拍速撤的暗号。我的嘴唇刚离开0.1毫米远，就被他猛地摁住了后脑勺，局面瞬间逆转，变成了沈修在主导这个吻。我被吓懵了，到底我是流氓，还是他才是流氓啊？我奋力挣扎，不惜说出要报警这种贼喊捉贼的话，才得以逃脱。闺蜜瞧见我被亲糊掉的口红，狐疑问道：“怎么感觉是你被人糟蹋呢？”苦涩。JPG 流氓被别人耍流氓这种事儿说出来，也不会有人信吧？当晚热搜就爆了，井号影帝沈修疑似恋情曝光，井号胡咖顾念念染指的第17个男星竟是他，井号粉丝群情激愤，全涌入我的主页里疯狂输出。我作为沈修的粉头，连切8个小号，在自己评论区里拼命带节奏，妖艳贱货竟也敢窥及我哥哥的美色，别躲着，快出来给哥哥道歉！他连我哥哥的1根脚趾头都比不过，退圈吧，渣女！我越骂越兴奋，甚至建了个群聊，自曝行程让黑粉去机场堵我。我都想好那天该穿什么衣服，戴什么首饰，给品牌商打广告了。按照这个黑红热度，别说过年给侄子们包大红包了，都能租个豪华游艇去公海溜2圈了。我望着含妈量极高的评论区捂嘴偷笑时，一位名为爱念念的大宝贝 ID 死忠粉逆流而上，一喷百，气势丝毫不输。沈修算个什么东西，能得到我家念念宝贝的青睐，算他祖上烧高香。真搞不懂评论区的喷子们为什么不去沈修评论区里骂他，夺走的可是我老婆的荧幕初吻啊！他把评论区所有人都骂了一遍，尤其是大黑粉我。他发来私信，键盘侠敢不敢加微信，线下单挑去。我看着他发来的联系方式，越看越熟悉，越看越心慌，赶紧打开通讯录对比。卧槽，真是沈修本人！当晚我彻夜难眠，看着沈修以每分钟8条评论的速度跟黑粉对战到了天亮，我怎么都想不通，沈修怎么会是我的死忠粉呢？他可是影帝啊，我俩的咖位不合适。为了了解真相，我用小号加了沈修的微信。他一上来就把自己损得一无是处，还将我奉为女神。我不理解，但大受震撼。顾念念都糊成啥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粉他？他在那边一直输入中。10分钟后发来了一篇1000字小作文。你知道我老婆她有多善良，有多努力吗？她在我心里就是天使一般的存在。你们这些喷子凭什么伤害她？此处略去1000字，我无语了。2个月前我俩还上过同档综艺节目。他全程没看我一眼，站在我旁边拽到不行。那时候还有通告说，沈修为了国民女神苏倩洁身自好，任何女人都无机可乘。当时2家经纪公司想炒荧幕 CP， 我为了避嫌就没把魔爪伸向他。可后来苏倩恶意抢夺我资源，还当众在媒体面前羞辱我。我也是为了趁机报复他，才勾搭上沈修。没想到沈修居然从很早之前就喜欢上我，甚至不惜跟经纪人当众闹掰。他的经纪人前脚发了澄清声明，视频中的背影不是顾念念小姐，而是国民女神苏倩。沈修与苏西秘密交往已久，后脚就被沈修无情拆台。我跟苏西小姐没有任何关系，甚至私下里连朋友都不是。我看了一条条被霸屏的热搜，有些心慌。这场炒作是不是玩脱了？正当我跟闺蜜商量如何抽身时，沈修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我紧张到手机差点扔出去，他却语气淡然，为了不让影响继续恶化下去，咱俩只能公布恋情了。我满头问号，这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解决办法。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？郭小姐，我觉得咱俩除了恋爱，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。当天微博瘫痪了，众粉丝纷纷表示他防了，不可置信。当红影帝怎么可能抛弃国民女神，选择跟没演技、没作品还爱炒作的胡咖在一起？何况顾念念臭名远扬，他可是染指了圈里不少男明星啊！沈修耐心地给评论区里崩溃的粉丝们一一回应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们，不准再跟我老婆炒绯闻了。哥哥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就眨眨眼；没被绑架，他能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觉得是种荣幸。隔着屏幕我都能听见碎了一地的少女心。直到闺蜜给我打电话，激动地问我到底什么情况时，我还处在懵逼状态。沈修影响力太大，最终经纪公司妥协了，主动背锅解释，说是工作人员不了解事情，真诚地跟苏倩小姐和粉丝们道歉，并在第2天给我和沈修召开了记者会。出镜前，沈修告诉我，我们只是公事公办，应付媒体而已。
顾小姐别当真，她全程淡定地回答记者的问题，跟我没有任何互动。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，爱念念的大宝贝 ID 其实不是她本人操控的，不然为何她线上对我疯狂跪舔，现实中却对我爱答不理呢？沈修的经纪人在底下疯狂暗示，让我俩亲一点儿。这是官宣秀恩爱的场地，又不是在开离婚发布会。我只好主动牵住沈修的手。好家伙，这才发现他手心里全是汗，而且我刚碰到他就开始结巴了。我跟顾小姐是在工作，在工作期间确定恋爱关系的，我玩意大发，在他手心里挠痒痒。他耳根子通红，整个人绷紧，像是石化在了原地。经纪人看出了他的不对劲儿，匆匆叫停了这场记者会，还体贴地上前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他摇头，转身面对我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镇定冷漠。顾小姐，趁着这个热度，我们再炒一波 CP 吧，希望你能配合陪我出演一档真人秀节目。他咖位这么大了，竟主动提出跟我炒 CP， 图什么？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陷入沉思。沈修他回头看我，还有别的事吗？顾小姐，没事，我只是想提醒他。他走路顺拐了。今天跟老婆牵手了，老子这辈子都不洗手了。我洗完澡躺床上，无意间在小号上看见了沈修发的朋友圈了。他说点赞祝福者，现场转999大红包。但当我切换大号时，才发现他唯独屏蔽了我。我发誓自己真的不小心手滑点了个赞。下一秒转账就来了，且备注上标明祝顾念念沈修幸福999。紧接着他又发来消息，语气嘚瑟且欠扁，怎么样，你个键盘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连你家哥哥都拜倒在我老婆的石榴裙下了。我试探地问他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顾念念的？他接连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，我才从字眼里大概了解到，原来沈修在大学期间就暗恋我了。我俩都是中戏学生，他小我2届。大2那年，我幸运出演了知名导演的电影，结果一炮而红。自此他就疯狂迷上我了，每天雷打不动地往我桌兜里塞零食水果，还作为粉头自建了个粉丝后援会。后来我凉了，粉丝也都走光了，只有沈修还一直在艰难维持中。他苦心劝我要爱屋及乌，尊重祝福，劝了半宿，我实在熬不住了，只好松口同意黑转粉做我俩的 CP 粉。从此往后他出钱，我出力，我俩一起狂磕我俩的 CP。出发录制真人秀节目的前一晚，沈修把我的小号拉进了粉丝群聊，群名称为念修 CP1314。这个群怪怪的，看起来不像粉丝群，更像是个兼职群。沈修在里面卖力吆喝，明天成城机场急需接机粉丝，车接车送，日薪500，不限人数速来报名。群成员却纷纷抱怨，顾念念都被黑成啥样了，假扮他的粉丝去接机会被骂死的。群主要不再涨工资，这样我们挨骂也值了。就在我看了一脸懵逼时，沈修豪爽地把日薪涨到每人800，群成员瞬间沸腾了，疯狂刷屏道：我们永远支持顾念念，我们永远都是他最坚强的护盾。我望着满屏假粉丝的支持，突然想通一件疑惑很久的事儿。前2年被全网骂到差点退圈时，我还纳闷居然有粉丝来接机为我加油打气，原来这都是沈修背地里花钱雇人为我营造的假象啊！我鼻头一酸，忍不住点开他的头像，问他：你干嘛要对顾念念这么好？对方不假思索道：废话，她可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可你这样默默做事，她根本就看不见啊！我做这些又不是拿出来秀的。我在大学期间就喜欢她，她是我这辈子都不敢触及的白月光，我只要远远地看着她发光就足够了。沈修发了满足的表情包，然后又问我：小黑粉，你明天要不要去接机？不仅能看见我家念念和你家哥哥，还有工资拿哦！我心乱如麻，回了句明天没空，就摁灭了手机，用胳膊挡住脸，躺在床上拼命搜索记忆里沈修的身影。或许是我在大学期间有太多追求者了，压根没注意到那时候还是透明人的沈修。除了那满桌的我爱吃却为了保持体重不能吃的零食外，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印象了。我给闺蜜打电话，她绞尽脑汁也才模糊记起沈修曾在学校里维护我跟黑粉打架，被学校记过处分的事情。第2天，我涂了厚厚的遮瑕，才勉强遮住2只熊猫眼。来到机场，发现沈修早就在等我了。他昨天在群里安排粉丝接机的事情忙了个通宵，可这人看起来怎么一点都不累呢，还精神抖擞的。哈喽，我的荧幕男友。他转身一本正经地冲我点点头，早安，一夜没睡，还有空吹个帅气的发型啊？我忍住笑，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模仿他顺拐的样子前去安检。我俩是扮演情侣，他怎么能不习惯我的触碰呢？为了让他尽早适应，2个小时的飞机我硬是没撒开他的胳膊。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了，我发现靠在他肩膀上休息有种莫名的安全感。真人秀的镜头从落机口就开始录制了，我望着面前黑压压的接机粉丝，心都在滴血。1人800，这么多人得要多少钱啊？这时候，一位猛汉从众多假粉丝中挤到最前面，把手里的粉色礼物盒递给我。沈修在旁边给他使眼色，猛汉憋红了脸，这才背出那段台词：顾念念，我是你们的忠实 CP 粉，祝福你们天长地久，永结同心。送礼物的台词粉多加2000块钱。好家伙，这记得未免也太全了点吧？怎么把出场费也给报出来了？
多谢支持，沈修替我接了礼物盒，打开看，里面装的东西真不少，情侣围巾、情侣包、情侣水杯、情侣手机挂件等系列。整晚蹲群的我知道，这是沈修问了几十个女粉意见才挑出来的最满意的款式。假借粉丝之手，只为把围巾给我系上，他还怕自己的私心暴露，特意解释道：“都是粉丝的心意，戴上吧，别让 CP 粉心凉。我看这里面心凉的人只有他自己吧。”录制第一天，任务不重，5对荧幕 CP 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为了暖场还做了几个小游戏。5对情侣，3对是假的，但唯独就我跟沈修最没有默契，因为只要我靠近，他就紧张，呼吸急促，并伴随着脑子短路。游戏结束，我们这组垫底就算了，沈修还完全意识不到我在拼命吊他。鱼钩都哐哐砸他脸上了，不顺势咬钩，还在旁边装高冷，气得我都想把他脑袋劈开看看，里面究竟是什么神奇构造。他真是活该单身啊！一场录制下来，我心力交瘁。沈修却在群里狂发路透照片炫耀，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呀！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拿话点他。依我看，沈修根本就不喜欢顾念念，他对顾念念那么冷漠，根本就不像情侣好吧？你懂什么？我家念念就喜欢高冷的，我喜欢高冷的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！随后，沈修发了条链接，点进去看，原来是当几年前的电影访谈节目。主持人问我感情问题，我为了照顾旁边的男搭档，随口说了句喜欢他这类的高冷男神，没想到就被沈修当真了。他该不会为了扮演我喜欢的样子，才在镜头前努力装高冷的吧？这下误会可就大了。正当我发愁如何矫正他的错误认知时，群聊再次炸锅，假粉丝纷纷跳出来赞同我的话，是挺奇怪的，正常情侣之间不应该这么冷淡，他俩该不会只是契约情侣吧？我家哥哥看起来根本就不喜欢顾念念，肯定是被迫捆绑炒作的。眼见舆论一边倒，沈修慌了，他急忙私下问我：“那你说不对，沈修怎么样才能俘获我家念念的芳心啊？”我故作深沉，从里到外，从古至今，深刻地给他剖析了正常情侣间的相处模式。总结来说就是亲密、关心、宠溺、尊重。沈修听后恍然大悟，当即就奉我为感情大师，还暗自下决心要去努力攻略爱情。我对他的开窍甚感欣慰，但又不免感慨。这年头想脱单太难了，还得手把手教男人如何追求自己。第二天，沈修果然有所改变，他一改从前的高冷，对我关切备至。吃了吗？喝了吗？冷不冷？累不累？得知我大姨妈还没走，就时刻盯着我的保温杯。我喝一口，他就赶紧往里面倒一口热水，比海底捞的服务员还要体贴尽职。虽说撩人手段有些老套，但总归是上道了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沈修在追求我的路上越走越歪了。那天，我们根据节目组的要求，开车去城里采购生活物资的路上，我看中了地摊上一把精致的梳子。考虑到资金不够充沛，就打算放弃了。不料沈修下一句话就把我游出了天际：“喜欢，求我就买给你。”还是算了吧。他勾起嘴角，冲我邪魅一笑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女人，我懵了，他怎么突然对霸总附体了？吓得我赶忙把手里的梳子还给摊主，转身快步离开。沈修紧跟其后，还用他那双3分凉薄2分漫不经心的饼状图眼睛上下扫视我。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被拒绝的滋味呢。很好，女人已经成功地引起我的注意了。被安保围在外面的狂热粉丝们听见他这句经典的霸总语录，集体沉默了。我也尬到原地，用脚趾抠出了一栋芭比梦幻城堡。当天，我如愿又被骂上了热搜。沈修的粉丝们全都在弹劾我，说我把他们的国民老公带油腻了。我真的要冤死了，急忙登录小号，旁敲侧击地询问沈修到底什么情况。他没有解释，而是给我发了本撩妹大全的电子书。我打开一看，差点气昏过去。这他妈谁编的书？出版前在油锅里抛过了吧？幸好及时发现，若不然腹黑奶狗、冷艳病娇等人设，他还想挨个试一遍呢。为了让沈修尽快追到我决定挑灯夜战，亲手为他量身定制了一本恋爱秘籍。在我孜孜不倦的教导下，他进步飞跃，经常把我聊得面红耳赤。我感觉时机成熟了，可以给他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了。于是趁着节目组安排的浪漫烛光晚餐环节，穿上自己的性感小吊带，故意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暧昧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不来个亲亲抱抱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哪知沈修嘴上抹了蜜，一口一个爱你天长地久，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敢碰我。他拉我在院子里看星星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，又从盘古开天辟地聊到中国未来发展趋势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沈修这家伙理论知识是掌握了，但完全不懂得变通实践啊。他能追到我估计要等到天荒地老了。我生气地回到房间，用力擦去嘴上的口红，发誓自己再也不对他这个直男抱有任何希望了。那就祝他单身一辈子吧。当晚，沈修发了条朋友圈：美人坐怀不乱，乃正人君子本色，这不得迷死我老婆啊 ！PM。经过我几晚的深思熟虑，心软认为沈修暗恋我多年，我也应当在这场双向奔赴中付出努力。于是决定借助节目组之手向沈修告白，主动捅破最后一层关系指示。神秘嘉宾毫无防备地突然降临到节目组。
倒贴男人，顾念念的套路还是一成不变啊！讥讽我的人正是我的死对头苏倩，她不仅自己来了，还带来了2个小跟班，都是曾经跟我炒作过的男明星。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，特意来镜头前找我茬，是想明面上跟我互撕啊！我笑了，你也没变，张嘴就颠倒黑白。说来，我能糊成现在这个地步，全是苏倩的功劳。当年我事业正红火，打算零片酬出演著名导演的大作，想突击一下百花影后的位置。没想到苏倩临插一脚，仗着自己是投资人女儿的身份，逼迫导演把杀青了的电影1号更换成她。结果电影上映后票房惨淡，我也无奈于影后的位置失之交臂。苏倩却认为这都是我的错，骂她的黑粉也都是我指使的。于是花钱雇佣大量水军抹黑我形象，混淆事实，伪造证据，写通稿说我私生活混乱，跟圈内多名男星都有一腿，想借用舆论把我骂出娱乐圈。我头也是铁，他越想让我退圈，我就越是要留下来。曾经靠讨好我才在圈内站稳脚跟的男星，全都为了撇清关系疯狂踩我，还倒打一耙说我勾引了他们。行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非要坐实了这些绯闻，并让闺蜜大肆炒作。黑那就黑得彻底，光脚的难道还怕穿鞋的吗？我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抓狂样子。正当我跟苏西马上要在镜头前掐起来时，沈修外出回来了。原本打算把他支出去，我留下好布置表白现场，结果苏倩意外搅和进来，打断了所有计划。沈修敌视地盯着苏倩身后的2位绯闻情敌，怕他想歪，我急忙跟他解释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他们没有，别说了。沈修打断我，转身负气离场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脏刺痛。这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当初不择手段留在娱乐圈的决定是否正确。在我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却因为背负满身污名，不能堂堂正正地跟他站在一起。苏倩笑我，哈哈，我就说沈修也不可能喜欢上一个烂货啊！我冲上前，大瓜子狂扇在他脸上，你在狗叫什么？现场所有人都被我吓懵了，就连节目组都没料到我居然能嚣张到在镜头前打人。导演急忙叫停录像，上前拉架劝我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形象了，反正糊到底了，不介意再多个负面新闻。但苏倩这个毁了我的罪魁祸首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住手！我身体一僵，苏倩趁机逃脱。他躲在返回来的沈修身后，因哭泣告状：“沈修，你看他疯了！”我红着双眼跟他对视。他不相信我是正常的。我浑浑噩噩在娱乐圈靠着跟各路男星炒作混了那么多年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有时候就连闺蜜都怀疑。这样的我，怎么配有人一心一意的对待？别过去！沈修甩开苏西的触碰，走到我面前。我慌忙撇开视线，不想看见他眼底的失望。手怎么红了？谁打的？沈修心疼地朝我手心里吹气，充满怒意的眼睛在现场寻找元凶。苏倩捂住脸，不可思议道：“是他打的我！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不许欺负我家念念吧？你讲不讲理？我是来给我家念念撑腰的，不是来讲理的。”你，苏倩气得面部狰狞，她干脆也不装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这里还站着她的2个前任呢，你这么护着她，是想当接盘侠喽？”沈修没接话，而是径直单膝跪在了我面前。他拿出一枚戒指，真诚地询问我：“念念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不可以考虑给我个名分？”我看着他紧张的神色，忍不住破涕而笑，把手伸过去，告诉他：“给我戴上吧。”他生怕我后悔，急忙给我戴上，这才恶狠狠地瞪向苏倩身后的2个想借机炒作翻红的男星，知道谁才是正主了吗？还要我再重复多少遍不许再纠缠我家念念？你们还不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？今天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我费尽心思教沈修追求我，他都没追到。如今假想情敌刚出现，他就急匆匆地想上位，是怕我跑了。因为录制事故，导演紧急封锁了消息，并给所有人放了1天假。听说苏倩在片场闹了很久，最终妥协让2个小跟班回去，但他自己一定要留下入镜拍摄，没撕够还想继续。我根本就不把他放眼里。躺在床上的我转着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控制不住地回想白天沈修向我表白的事情。他是在当众替我解围，还是真的开窍？万一我傻乎乎的把他当男朋友看待，而他只是出于对荧幕 CP 的负责考虑，那岂不是显得我太伤感了？正当我纠结沈修到底是态度而苦恼时，手机响了。打开手机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之前都是小号跟沈修聊天的，沈修从没主动给我大号发过消息，所以我俩的聊天页面还是空白一片的。白天我离开是去拿戒指了，倘若我知道走后你会被他们欺负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半步。对方一直输入中，20分钟过去了，他却一条消息都没发过来。就算是签字小作文也应该发来了呀。我坐立难安，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才打字问他：“你今天说喜欢我是真心的吗？”我刚要点发送，沈修的消息就进来了：“念念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”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在心窝里炸开了。这枚戒指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喜欢上你的那天准备的，8年前吗？我看见戒指那圈刻着我跟他没出道前的名字。沈修在娱乐圈闯荡多年，居然还像个刚恋爱的青涩少年。早上起床见到我，都害羞的眼神乱瞟。昨晚睡得好吗？还不错，不错个鬼啊！我一夜没睡，蹲在群里抢了一晚上的红包。昨晚沈修像是发癫了般疯狂撒钱，说是有大喜之事，发红包庆祝一下。
这个败家老爷们真是金钱为粪土啊，几千几千的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心疼的我根本睡不着，想着能挽回多少损失就算多少吧。来到拍摄场地，苏倩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今早收到导演组的消息，昨天的拍摄内容全部删除，包括那2位想来炒作翻红的男星，我跟苏倩互撕的场面，以及我要筹备跟沈修表白，沈修反给我戴上戒指告白的事情。所有人都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，重新进行补拍。苏西则作为神秘嘉宾的身份参与进后续拍摄中。顾小姐，好久不见！我扯出嘴角，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。好久不见！镜头前我俩算是冰释前嫌了，可私下里还在明争暗斗。苏倩利用权力和资源威胁其他嘉宾孤立我，玩游戏的时候故意推搡我，让我输。更过分的是，还当我面撩拨沈修，也不见他有多喜欢沈修，纯粹属于手贱，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他都喜欢抢走。可他错了，沈修在我这段时间的苦心培养下，早已练成了鉴表专家，等闲3、5之人根本近不了身。尝尝这个，是我亲手做的哦。苏倩夹块肉故意送到沈修嘴边，他张口咬住，用嘴递给了旁边的我。我满足地嚼着，笑着点点头。的确，苏小姐手艺真不错。她气得使劲瞪我。游戏中，苏西故意在沈修面前摔倒，还伸手撒娇要他拉自己起来。沈修掏掏耳朵，回头疑惑地问我：“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说话？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好？耳鸣了？不愧是影帝，演技毫无破绽。”一直到收官之际，苏倩都没有得逞，还吃了一鼻子灰。由于她的骚操作太明显，粉丝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的绿茶属性。在她的衬托下，反而没人骂我了。还有不少粉丝表示，顾念念喜欢炒作不假，但也没有抢过别人的男朋友。而苏倩则是光明正大的插足。苏倩国民女神的口碑一下子从天上跌入了谷底，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哪知苏倩竟恼羞成怒，得不到就想毁掉。她伸手一把将我推进了湖里，我坠入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时，模糊瞧见沈修也跟着我跳了下来。我会游泳，沈修不会，可他还是选择跳下水救我。沈修被救护车带走时还处在昏迷当中。我丢掉盖在肩膀上的毛巾，一把将惊魂未定的苏倩摁在地上，咬牙切齿：“这么想让我下地狱，那就成全你。”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收集苏倩贪污受贿洗钱的证据，本想等手里积攒的证据足够多了，能让她牢底坐穿再拿出来。可惜她心太急了，惹恼了我，大不了就是一个鱼死网破。我给闺蜜打好招呼了，我负责报警提供证据，她负责曝光炒热度。诸多违法铁证一经公布，瞬间登上了热搜榜。苏倩以及她背后牵扯的庞大资本都在压热度，争分夺秒地挪动资产，销毁证据。就算不能彻底掰倒资本，也得让整个娱乐圈颤三颤。苏倩铁定是要被安一个劣迹艺人的头衔，想重新回来拍戏捞钱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我也自知触及到了资本蛋糕，肯定没办法再回归原址。于是，在他们封杀我之前，主动在微博上发布了退圈、永不复出的声明。回想我顾念念辉煌的前半生，17岁出道，火过也被全网黑过。感受过墙倒众人推，也收获到不离不弃的真心，也算值了吧。得知沈修醒了，我去医院看他时，被他的经纪人挡在了门外。顾小姐，影帝的热度你也蹭够了吧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沈修了。的确，我现在是圈内的罪人，远离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我把花束放在病房外的长椅上，转身离开。闺蜜见我情绪不佳，特意开车带我去中戏门口吃路边摊。她把烤好的羊肉串递给我，认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放心，以后姐妹养你。”宝贝，你真好。她嫌弃地用指头把我放在她肩膀上的额头抵出去，少来恶心我。我知道闺蜜一直想劝我放下，她怕我复仇心切，在大染缸里面把自己给污染了。能退圈，她总算是放下了压在心底的一块大石头。苏倩被判刑了，听说是有人里应外合，向警方提供了关键证据，才得以把她送去吃牢饭的。警察是在出境机场把她摁住的，押送视频中她嘴里还不停咒骂着沈修的名字。难道沈修就是卧底？假借跟苏西炒荧幕 CP， 实则在暗中收集他违法犯罪的证据。我很好奇真相，但没办法亲口询问沈修内幕了。自那天从医院出来，我为了不耽误他的大好星途，主动拉黑了他。风波逐渐平息后，我难得轻松地在西餐厅拍美照发朋友圈，结果不小心发到了小号上。沈修居然顺着网线找了过来：“你见到顾念念了？他在哪儿？”我吓得赶忙删除，还没想好怎么解释，沈修就根据定位冲进了餐厅。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想偷偷溜走，没想到焦急的沈修居然给我打电话。我挂断，他在打，挂断再打，手机铃声响得这么默契，傻子都听出来了。难道你就是小黑粉？沈修将我堵在角落质问。我拼命捂紧自己的小马甲，死不承认。不是，你认错了。他上手想摘掉我的帽子。我情急之下欲夺走他的手机。顾念念的死忠粉该不会就是你本人吧？他慌忙收起手机，极力否认，不是我。我俩尴尬地对峙着。他不想承认自己就是暗恋我8年的死忠粉，我也没脸承认自己是主动教他聊我的小黑粉。
某人不是自称御夫有术，怎么到手了却又不敢跟我在一起了？沈修轻咳一声，脸上却怎么都掩饰不住上翘的嘴角。该死，他肯定是知道了我也喜欢他，才故意这么问的。我不服输地回击道，那是因为某人暗恋我已久，后又为了替我报仇，不惜牺牲色相，蛰伏虎穴多年。我是不想再亏欠某人，才决定放手的。若真觉得亏欠某人，不如用自己的下半辈子来偿还。番外我跟沈修领证了。领证的契机是因为苏倩狗急跳墙，曝光了我跟沈修假情侣的事情。前脚舆论刚燃起，后脚我俩就晒出了结婚证，并在沈修的强烈请求下，疯狂地在平台上秀恩爱。我还担心这么做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事业发展，没想到一向严苛的沈修经纪人竟主动送来了祝福。后来才知道，沈修收购了经纪公司，自己当老板了。自此他拍板决定走宠妻人设了，要带领我这素人老婆共同走向幸福的生活。新婚当晚，我摁住了沈修激动到不受控制的手，能不能别往群里发那么多红包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心疼。好，以后我的钱都给你管，种 CP 粉悲痛欲绝，不要啊！抠搜嫂子只会发52元红包。